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呢，我将为你简单介绍一下如何从羽毛灵巫变成8级灵巫或者是碾压之手灵巫的相关的细节啊。就如果你是抄的琉璃的日常速刷的灵羽剑幕的作业，然后觉得扔羽毛扔多了啊，实在是太烦了。那么这里有2个可能让你只要改一个手套，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威能跟巅峰盘，就能爽玩、爽刷狂潮、爽刷100深坑或者是黑暗堡垒的玩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靶机这个玩法的实战的表现啊。你看在这里啊，它实战表现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非常的炫酷啊？就有着羽毛没有的炫酷的表现，对吧？攻击范围这么大，对吧？然后打起来的手感也很好啊。这个玩法呢，它在深坑的表现就是120以上就完全不如羽毛，也不如碾压之手了。但是在100层左右，或者是打平时的狂潮和黑暗堡垒很好用啊，尤其是黑暗堡垒。暴雪最近不是出了一个成就吗？说是11月6号之前打黑暗堡垒，你可以解锁一个坐骑巴拉巴拉的，对吧？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组队需求了啊，一去打，对吧？别人在那里扔羽毛，你在这个地方放这个靶机，哇，别人看到就觉得好劲儿炫酷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啊，只要你请我喝一杯奶茶，对吧？啊，我就交给你啊这个刀刀烈火的 BD。当然了，琉璃这期视频并不需要收你的奶茶啊。我们先回到一个正常灵羽剑幕的构筑，然后跟你说一下怎么转靶机啊。就正常灵羽剑幕的构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这是正常灵羽剑幕的技能，然后正常的巅峰的话，这边应该就是暴雷啊，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就还是以我日常的那一套灵羽剑幕的构筑为例啊。你需要先换一个手套。这个手套的词缀呢，最好是生命加核心技能，然后你去洗一个幸运一击，让敌人陷入易伤状态。刚才屏幕外面出了个救护车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可能是有地方出了消防事故吧。啊，总之刷一个这样的手套，这样的手套可以解决我们的易伤问题，因为无论是我们现在用的靶机啊，还是接下来要提到的碾压之手，它都是没有易伤的，所以我们用手套的幸运一击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啊。把这个手套换上去，好，换上去之后，然后把你的技能点啊，这边羽毛的7点，对吧？全部抠掉啊，点到你的靶机上来啊，靶机点这边的这个冷却时间缩短。好 ，OK， 现在你就是一个靶机灵巫了啊。如果你还想要更进一步啊，想让你的靶机伤害再高一点，那就把巅峰盘这边的暴雷给抠了。抠了暴雷换什么呢？换上我们的野火。好，你就换完了啊。如果你还想更进一步，说我再精细一点啊，那你就把技能点这边的聪慧给去掉，点到这边的应该是披甲厚皮上啊，因为没啥好点的了。然后呢，再把你的戒指换成狂野爪机啊，这样速刷的时候你挠一下就会出3个爪子来了，非常非常的好看，非常非常的炫酷。OK， 那么这个就是靶机的完整更换流程了。那么接下来啊，如果你说啊，豹子挠我也挠够了，我想去玩星星拳，那也很简单啊，把我们的靶机抠了，点满我们的碾压之手啊，点出决断真伤，再把我们的聪慧抠了啊，点出我们的支配。OK， 这个时候呢，巅峰盘这边小调整一下，把我们御灵师去掉啊，换成我们的凌驾。凌驾这边是增加物理伤害的，然后星星拳正好是物理伤害啊，然后接下来技能再换一下。OK， 我们可以开始打拳了啊！你看打拳就是这个样子的，也非常的炫酷。然后打拳的伤害呢是比我们的爆爪要高一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打拳它有一个根据决断真伤的效果，爆爪那个3段效果是刷 CD， 对吧？就没有打拳伤害这么高。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更换，就你只需要稍微换一个手套，稍微更换一下技能，就能非常效率的完成装备的构筑的更换，让你在刷狂潮或者是刷罗盘或者是刷黑暗堡垒的时候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啊。那么这期视频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发散讲一下后续的内容吧。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你们也天天来直播间问的，戒指跟手套的回火词缀要怎么选啊？戒指这边的话呢，主要词缀是资源消耗减免，然后次要这边也是资源消耗减免。就如果你装备很好的话，回能回得够，2条资源消耗减免能增伤
然后其次这个攻击类的词缀，就一直有朋友问到底是压制好还是易伤好还是什么神秘法阵好，那我们这边这期视频统一回复一下。就如果你是全程抄的琉璃的 BD 啊，一路过来我会告诉你，你洗压制跟普通伤害也是能过150层的啊，就包括我过150就是2个压制戒指啊，一个基础伤害的戒指，打150层大概是3-4分钟能把 BOSS 推出来啊，极限成绩我估计3分多，再往下压缩的话就可能要换个构筑了。那这个是一种回法，就是在赛季前期的时候选的，你如果是装备是那个时候定型了，你不用换。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回火方式，就是回火闪电伤害。为什么就闪电伤害的话，应该是要法师刷配方才能有的，灵巫好像没有这个相关的配方啊。就回火闪电伤害可以触发什么呢？可以触发我们巅峰盘里的灵能汇流这个节点啊。我们简单说一下灵能汇流这个节点。首先这个节点是在面板生效的啊。我们打开面板，你看我现在攻强啊29000对吧？我们把灵能汇流给抠了，去掉，我们的面板变成22584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点上来，点上它之后又回到了29000，说明这个东西是在面板上可以看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边的无论是野火也好，暴雷也好，你给抠了，抠了之后你会发现又变成22584了，说明我们需要在面板堆一个对应属性的元素商，堆到150才能触发我们的灵能汇流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琉璃之前说过啊，我们穿拉卡诺斯的尾技，它的非物理伤害可以触发，那可不可以我带一个精明啊？精明它不是也加非物理伤害吗？可不可以用精明来触发这个灵能汇流呢？啊，那我们把精明再放上去，对吧？这样我们面板的非物理伤害提高了，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提高的160多啊，然后我们的攻强没有变，就是很离谱的事情啊。我这边再找一下拉血，拉血这个东西还不稳定，有的时候能触发，有的时候不能触发。我看我仓库里有没有拉血啊？可能拉血被我放到另外一个号上去了啊。这边有一个112的拉卡诺斯的尾技啊，我这边穿上去它没有换，但有的时候我穿上去是会换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之前测试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它会换，有的时候不会换啊。简而言之就是装备上的非物理伤害，现在它可能没法触发我们的这个节点，所以你要吃这个节点30%的伤害，最正常的方式就是带野火或者是带我们的暴雷啊。羽毛这边就是带暴雷，然后呢你玩星星拳或者是玩我们刚才的靶机就换成野火就行了。就你不需要思考暴雪的程序是怎么运算成这样子的，你只要知道我们这么做能吃到真伤就行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有一种额外的回火方式，就是手套和戒指回火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师那边弄来的闪电伤害，这样子就能触发我们的灵能汇流了啊。就你单独回火闪电伤害是能触发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就能把我们的暴雷啊或者是野火你给它抠掉了。抠掉之后换什么呢？就换上大家之前提的精明，因为下面精明的这个非物理伤害提高，还有下面的这个额外加成啊，它是全局生效的，不像暴雷嘛，对吧？暴雷是你只对健康和受伤敌人生效，是不是？这样的收益可能会高一些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回火的方案。还有第3种的回火方案，回火什么呢？回火神秘法阵强度。那这个就是打极限冲程的朋友考虑的了啊。我这边简单说一下，我是不太推荐你这么弄的，因为现在这个版本灵巫的伤害打150已经很易出了，所以除非你要去卷极限冲程，卷2分钟的冲程，不然是没有必要去用平原力量这一套的啊。平原力量这个威能效果就很简单，就是你攻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神秘法阵，你在神秘法阵中，对吧？让你的猎豹技能增强，让残暴保持最高层，并且呢每层残暴给你提供增伤。那带平原力量这个法阵之后，我们把巅峰盘微调一下啊，换一个雕纹，这个雕纹叫什么呢？叫遗迹啊。你可以看到遗迹也是一个独立的增伤的雕纹，对吧？它是一个全局的增伤，不用考虑说怎么触发，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装备上的回火找一些神秘法阵的强度，那这样子我们的平原就会被极大的增幅，在经过平原 buff 的我们的暴灵的伤害，还有我们触发的凶恶预言者的伤害都会更高啊。但这个是仅限冲程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该死的平原啊，它是一个画地为牢，这个法阵在消失之前是不会再次触发的，所以说触发了法阵你就必须在法阵上站着打10秒，速刷的时候你这么打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啊，但在冲程的时候就无所谓了，因为冲程你一个怪堆怎么都要打个10几20秒嘛，对吧？那这个时候平原就可以用了啊。所以一共3种回火方法，我目前比较推荐的就是要么还是按照老式方法啊，直接回火压制，日常也是能用的。其次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回一个闪电伤害啊，然后你的装备就可以解放一个雕纹了。最后就是回这个法阵强度啊，来提升自己极限冲程的能力啊，这就是灵巫的手套跟戒指最终的回火词缀。然后大概就这样嘛，这些视频反正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总结啊，主要是我之前以为已经做过了，结果又没做啊，今天补录一下，然后晚点我去打暗黑3的开荒了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